高探马这动作呢，做的过程中是左手有一个锣，右手有一个试探性的去击打。那么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，我们就好像是我们遇到烈马，你不可能立刻上去骑这个烈马，所以要有一个伸手去试探性的去看看摸摸这个马的脾性怎么样。那下面请演示者做正面的完整演练。我们做单边以后接高探马动作，稳住重心，重心继续前移，右脚跟半步向前，重心移到后腿，头随身体转动向右后方，看右手外侧方向，提起左脚的同时收右手沉左臂，高探马虚步。重心前移，稳住重心，力打掌根，落后脚，重心后移，后移的同时右手外旋，展开右手，眼睛随着重心后移向右手外侧方向看出去，同时左手也是翻转，掌心向上，提左腿，右手收耳侧，左手往下松沉，右手从耳侧向前推出去，呈高虚步探掌，掌心向前方，右手推按的时候，右手指尖对准自己的鼻尖，眼睛顺着右手的外侧方向看出。好，收势。我们从单边变高探马的时候出现很多错误动作，那么在这些错误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一点一点的先说出，比如说我们在重心前移的时候出现重心有起伏，往上起了，那么这时候是不允许的，因为我们这个24式泰拳要求大家是重心比较平稳的，这个除了蹬脚、分脚、下势这些有起伏，其他动作呢都是在比较这个平稳的基础上去移动。所以一，稳住重心还是高度，二，这在重心后移，所以我们这个重心呢是不能有起伏，波浪式起伏的。好，这是一点。那我们第二点，在重心前移的时候呢，还会出现什么？就是身体向前倾，而且呢还塌腰凸臀，所以一挺胸塌腰凸臀这个动作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手稍微向后方一点点，把这个地方露出来。那大家看一下，那这个动作很难看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再来。好，我们要求是敛臀立腰，敛臀把臀敛进去，保持自己身形的中正，这时候向前进。好，我们再做。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前手呢没有意识，我们在做往前走的时候，前手一定要有往前推的意识，所以以重心前移，手上一定要有往前推的意识，手上不要空。那我们有时候走的时候，大家做的手是空的来才做，手上没有意识，走以前进的手是空的，没有意识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重心前移，对，有往前推的意识，然后背呢要有往后撑的意识，前手和后背要有一个分撑劲在里面，提住顶，收住下颚。好，那么收住下颚这一点呢，就有的同学就不收下颚，来，咱们再做。这个手往前推按的时候呢，这个下颚也跟着往前走了，走一，对，你看这个动作就从侧面看就不太好看，对吧？而且也不符合我们泰拳的这种对身形的要求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定是头顶虚领顶进，好像有人低了你这几根头发一样，对吧？它有一个虚领顶进，下颚微收，脖颈竖直，
含胸拔背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稳住重心，含胸拔背。好，二展开手的时候，重心一定要到后腿来。哎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出现身体歪斜，这个是不可以，一定要稳住重心。两个手腕呢，与自己的肩呢保持相同的高度，不要后手太高或者是太低，都不允许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啊。单边以后，一重心前移，二重心后移，看后手。这时候有的人呢下颚呢就抬起来了，这个时候下颚一定不要抬，收住。好，三收后手的时候，前腿微提。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呢是一动一动的木偶式的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就是上下肢分节。我们走二收手，对，收脚就上下肢分节了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要求呢，它是同步进行的。到这儿以后，看这一收这收的，它是同步去进行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上下肢要协调。收的时候呢，从侧面看，它又有的时候肘关节收得过高，肘关节一定是低于自己肩膀的，所以这个手啊一定不要抬得过高，哎，一定注意沉肩坠肘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好，收手。好，高探马，走，探出去。探出去的时候，肩膀拧的有的时候拧得太过了，稍微的后脊梁骨，咱们说往后撑一撑，对，脊椎骨要撑一撑。有的时候呢，左手收到右手肘关节下侧了，一定要收到腹侧方。好，我们这样转过来。这个时候如果收到这个位置上，我们就错了，一定要收到左腹侧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单边接这个动作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左胯的歪斜，对，这个一定要重心前移的时候，走，一前移的时候把左胯就出来了，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左胯一定要收进去。哎，好的。二，有时候容易出现右胯出现，对，出来了，右胯也注意不要出来，连进去。对了。三，高探马转正，走，高探马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手往外侧方太多，注意找你鼻尖这个高度，食指一定要对准自己的鼻尖，肩膀呢不要拧得太过，稍微的撑一撑就可以了。背要往后倚靠，撑，手往前去，虚部。虚部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这个虚部有点来重心往前，这样太垂直了。好，我们再转过侧面来看，比较明显。走虚部。虚部的时候，这个小腿这个直线太向下了，我们要有一个前后的倾斜角度，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啊，15到30度之间。所以呢，重心呢一定要做到后腿去。这时候做高探马。好，收势。高探马动作呢，它的攻防上大家看一下。假设对方右拳向我冲来，我从他的这个右拳的内侧去接手的时候，我左手接住对方，一定有一个旋拧，拧住对方以后，这个右手去击打对方面部，像扑面掌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接手，二去击打扑面掌一样。所以这个是从内侧，比如我们要是从外侧方接手，比如对方左手冲来了，我们是从他的外侧方去接手也一样，一定要旋拧是为了这个对他的这个反关节这个动作。那么旋拧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击打他面部或者击打肩膀都可以。那么他这些地方都给你了，他没有还手的余地。那么这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像扑面掌一去击打。好。
高探马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高探马这个动作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大家注意，就是比如我们在做弓步以后啊，单边，然后往前走的时候，重心一定要稳住，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是练臀。这个时候很多同学是上体是不动的，塌腰凸臀，这个时候他在腿上感觉比较舒服，没有太大的重心变化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敛臀立腰，提顶，把身体调整中正，这是一个调整身形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时候前腿是感觉比较吃重的，稳住重心，敛臀立腰，把重心过渡到左支撑腿。跟半步，然后落脚。这个时候随着重心后移，两手一定有一个外旋，有一个舒展。这个后脚的落步的方向大家注意，跟半步以后，后脚还是45度方向落脚。45度方向落脚以后，两手悬臂的分撑劲一定要出来。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，稳住重心，落脚悬臂，眼睛通过右手往外侧方向看。提脚收手，沉左手。高探马做出去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转腰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这儿做完以后，提脚一定转腰带臂，有一个分撑劲出来。大家不要只是把它搁在这儿看，一定是松后腿，背往后一靠，手往前，脚往下松踩，成虚步状。这个时候还要注意眼神，我们因为在做的时候，有时候眼神过于看自己的手，这个近距离，我们一定要通过手往远看，把眼神放出来。好，高探马动作我们就讲到这里。